5个月前，原神在一场幕后访谈中展现了诺德卡莱的初步构想。如今各位正式踏上这片月游之地，除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音乐和美术表现，我们更关心其地图背后的设计语言是否回应了玩家的种种期待。月之1版本开放了轮播3岛，本期视频也将从3个角度展开解析。第一部分，我们借助轮播岛分析诺德卡莱围绕月举例系统塑造了怎样的宏观场景和微观生态，在此基础上衍生的玩法机制如何做到去同质化，其中还隐藏着哪些制作组的小巧思。第二部分，我们聚焦西西岛，思考诺德卡莱的新型移动方式如何在持续迭代中把控玩家的阈值，开放世界在大世界探索上要讲究什么限制原则，玩家通过探索最终能够收获哪些回报。第三部分，我们针对帕哈岛用建模还原月举例试验设计局，尝试用最直观的呈现拆解建筑结构，对支线与主线任务的路径编排进行完整的梳理，帮助各位理解箱庭关卡的空间设计。轮播岛作为玩家接触诺德卡莱的首座岛屿，集中体现了其基于月举例系统构建的生态。我们想借此探讨在诺德卡莱的设计中，如何将月举例概念转化为具象化的游戏内容，这些内容又是如何影响探索导向的。月举例来源于月亮这一天体，并发散为潮汐或引力等衍生概念，相较于纳塔燃素通过与生态紧密融合，营造出原始而充满生命力的生态感。诺德卡莱则在此之上，向更完善的生态系统迈进。宏观场景是游戏对玩家倾诉的第一语言。轮播岛的场景设计将月举例这一抽象概念做了标志化处理，极具代表性的红蓝双色视觉基调，符合现实中人们对磁极颜色的认知，对应着游戏中的引力与斥力，降低了认知成本，并且作为大面积使用的视觉锚点，不断强化视觉记忆。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这种元素，包括平面地图。而世界任务空寂的色彩更是通过强烈的色彩对比，将这种印象强化到极致。此外，普遍存在的悬浮建筑物或浮空岩石，更是直观展示了反重力现象的常态化。这些宏观场景首先在视觉上确立了月举例的无处不在，为整块区域的逻辑运作定下了不容置疑的公理。也正因为这些概念，诞生了如潮汐波浪般的岩石类型，或是巨大的如月面般的环形山地。拥有足够宽广的宏观舞台，才能有微观生态的塑造空间。月萤虫通过汲取特定植物中的月举例完成形态演化，其样态也随之改变，是能量吸收与转化的外在表现。而猪笼草对此类生物的捕食行为，则构建了一条逻辑自洽的能量流动路径。这种食物链的生态表现在原神中也颇为新颖。生态的活力还体现在生物与环境去脚本化的互动。莉莉羊在特定区域借助月举例进行高跳，其轨迹和跳跃顺序呈现出一定的随机性。这类制作组的小巧思旨在模拟生物适应环境后演化出的习性，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火山区域中动物们应对火山喷发的不同生存状态。不仅如此，诺德卡莱的植物分布也展现出地域性，如某类植物因常年处于雷暴天气，进化出了用于抵御侵蚀的外壳，这也是非常独特的大世界呈现。玩家的交互同样被纳入生态系统的逻辑框架，古石螺受击后会留下与其自身样态相同的临时月举例，而其自身会遁入地底，这是一种典型的防御机制。岩居蟹会主动收集身旁的双极物件，击出一段距离则会丢弃，这种设计也在无声中将交互融入生态。因此，生态系统在无声中演绎世界的运转。诺德卡莱的生态设计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其每一处细节都与月举例概念深度绑定。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叙事，让地图本身成为讲述故事的强大工具。在前瞻节目中提到的内容呈现形式的转变，主要聚焦于角色在大世界中的人文设计，实际上也符合本段探讨的主题。这种一致性是让玩家沉浸于游戏世界的首要条件，极大减少了设计的刻意感，将世界观的认知过程内化为玩家自主探索过程的一部分。
有了坚实稳固的生态系统，越举例需要进一步被深化为玩家的核心交互手段，以驱动玩法层面的持续创新。比较基础的应用是谜题设计，玩家通过驱动环境中的越举例来达成特定目标，而其更高级的形态是作为玩家可主动利用的战术资源，用以打断敌人的技能或是掌控特殊环境。玩家对机制的理解深度决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作为贯穿整个大版本的主题元素，越举例机制的覆盖范围要极广，必须在设计层面规避同质化风险。最直接的手段是在玩法分支中做主题侧重。以纳夏镇北部的中小型任务群为例，其涉及到的机制都基于越举例，但通过组合不同的交互对象或侧重不同的规则应用，诞生了形态迥异的玩法。玩家在台谷荒原操纵陆巡舰完成组合模块的拼装，在蓝破湖铁金上校的篝火旁踏上极光彩断，又在强越举例的雷暴环境中参加空域数据采集器的实验。每个任务都是对越举例的全新解读，让玩家在有限的地理空间内体验到极高的玩法密度。而投掷类玩法又在北方训练场和莫雷谷进一步演化出2个分支，再次削弱了体验的重复感。若我们将视野放至整个伦波三岛，可以发现宏观上3座岛屿的视觉符号也各有侧重。西西岛以蓝色调为主，营造出神圣而纯洁的原始感，引入银月之境的概念也非常符合这里的探索氛围。帕哈岛以红色调为主，渗透出紧张而压迫的工业感，因此清理单元的机制应运而生。伦波岛的色调则以显著的红蓝交织为特征，在空际走廊等场景甚至直接展示了即兴的对撞与湮灭，暗示着对抗与共生的区域主题。正如双月之子们在蓝色的潮汐边祈福祷告，愚人众利用红色的即兴将实验设计局悬浮高空，纳夏镇也在涌动的暗流间成为矛盾的交汇点。去同质化的另一个关键是赋予机制本身以成长性，使其绑定玩家的成长曲线。诺德卡莱的地图探索普遍始于纳夏镇，这里的机制最为基础，入港处的机关带有明显的教学属性。我们就以纳夏镇为原点，向地图深处不断拓展探索范围，可以发现玩家接触到的不同内容，其理解难度和操作复杂度渐进提升，且巧妙地与玩家空间探索进程相结合，构建起阶梯上升的体验曲线，将机制本身变成了玩家追求的目标之一，为长线探索提供了强大的内驱力，同时为后续版本亟待解锁的更复杂的机制留下了充足的预期空间。当然，机制衍生也要因地制宜，在维持游戏底层系统统一性的前提下，对已成体系的常规元素进行重塑，是维持地区特色的有效方案。如金蝶在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元素形态，在诺德卡莱则以月萤虫的形式跳出了既有体系。大世界采集物和月举匣也因隔空吸取机制，在交互上产生了全新的体验，包括星月神像的形态变化，有种陌生的熟悉感，符合机制的成长属性。综上，机制衍生与执掌间重塑探索的体验。制作组用一个与世界观绑定且内容密度极高的布局，将底层叙事、关卡设计、玩家成长融为一体，确保玩家在诺德卡莱的探索始终围绕着越举例，却又充满持续的探索欲与新奇感。玩家在被勾勒出的一草一木中不断深入并渗透至这块区域的每个角落，不断开拓着探索的边界。西西岛是月光下的信仰之地，而附身月灵是玩家在诺德卡莱的主要移动方式之一。对于一款持续更新的开放世界游戏而言，其设计迭代的过程本质上也是对玩家探索能力的阈值进行持续管理和拔高的过程。这里的阈值既包括玩家对新机制的预期，也包括实际游玩的上手成本。每年我们都会提到新区域的探索形式，不妨再次简要回顾一下过往的演进历程。须弥几乎只有4页印一种移动方式，这种极简的功能主义优势在于快捷便利，理解成本和操纵成本都很低。枫丹在海底的移动非常自由，但对技能使用有很大限制。以洋流为代表的快速移动方式基本依赖固定线路，构成了其约束的一面。纳塔隆重在提供多方位探索自由度的同时，牺牲了操作简便性。
燃素条的消耗与补给机制导致玩家需要频繁寻找补给点进行交互，虽然赋予了一定的探索策略性，但无可避免地带来了目标被打断的挫败感。月灵的设计其实集成了固定线路和附身操控两种移动方式，前者月灵旅路以轨道的形式在大世界常驻，相比洋流和游戏灵道拥有更大的触发范围，操作更加自由便捷。后者植物就是驿站，相比隆重拥有更多的附身点位，其触发方式几乎覆盖了诺德卡莱全域，再通过月灵与区域元素的深度融合，创生出本地版的精力浮月。虽然月灵的设计能带来不少收益，但这些移动方式的布置仍然要讲究限制原则。这是一张西西岛移动方式的点位分布图，我们用线条表示月灵旅路的轨迹，用圆点表示富含月举力的特殊植物。不难发现，这之中轨道的布置只有寥寥几笔。中心位置的轨道虽然能帮助玩家跨越地理障碍，通往西西岛的核心区域，但拥有前置解锁条件，与世界任务终章紧密绑定。西南侧的轨道组只是复合型解密关卡用到的附属品，却在一定程度上将雷图礁和银月之庭所在的两座支岛与主岛相连，即在关键节点之间建立起移动路径，引导探索流向。东北侧的轨道则更类似于彩蛋路径，连接至极远处的现实挑战，布设较为隐蔽。此外，图上并未标注的在分层地图中的轨道，通常在任务过程中起到观景导览的作用，或是在慢速的任务进程后快速地前往目的地，达成一种探索节奏的平衡。由于附身点位对移动方式上的帮助较小，在布设时更多的考量可能是为角色赋能。不过这些点位大体上避开了轨道的布设路径，整体显得疏密有致，同时在以剧情内容为主的区域较少出现，也许是为了削弱探索要素。任何移动方式的布置都必须服务于一个明确的设计目的，开放世界并非无脑开放，张弛有度才是正确的课题。一种新型的移动方式，即便被称赞为地图设计的集大成者，也难免有所缺憾。比如附身月灵有很严格的时间限制，相信也是在正常探索的前提下对玩家阈值的合理把控。正如纳塔大版本依次推出6大隆重，最后以阿夏收尾。制作组也在年度大版本的移动方式设计上不断提高玩家的阈值，我们才能持续期待未来的拔高与突破。聊完探索形式，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更本质也更理想化的问题：何为探索回报？地图为探索服务，而探索为故事服务，因此探索当然是为了探索体验。诺德卡莱抛弃了传统的大型支线任务，转而设计了许多由多个分支汇于一点的任务线。我们在游玩时当然倾向以大段时间的深度体验为主，因此丰富的地图任务设计能够满足玩家对虚拟世界沉浸感的需求，但冗长的任务链无疑是一种累赘。模块化的设计则将探索主动权交还给玩家，如越狱的伴舞部或尚未完结的使者之证系列任务，将大型任务拆分为多个目标点，每一种探索路径都能转化为阶段性的任务奖励，能够促进玩家社群的整体任务进度。然而，开放世界消耗型内容才是自然之理，与其无脑堆砌内容体量，不如将设计的重心转为体验质量。地图终究是消耗品，但其留下的故事却可以成为玩家的长久记忆。探索体验总会有边际效应，再深刻的回忆也会被时间慢慢冲淡。可是探索也能是为了探索本身。玩家通过探索来了解历史，通过观察来洞悉逻辑，这比任何文本都更深刻直观。诺德卡莱的设计避免了将探索沦为内核空洞的观光式游览。若地图的运作逻辑与直观感受脱节，会导致游戏世界的虚假与割裂。在优秀的开放世界游戏中，探索的奖励不仅仅是游戏资源，更是玩家对游戏世界更深入的理解，包括对机制或世界观认知上的提升。
在诺德卡莱甚至有一些意义不明的视觉表现，揭示着某一小块世界观碎片，这使得探索行为本身充满了叙事回报。玩家利用获得的知识应对挑战，探索的成就感才是最高级的回报。又或者，回归最原始的好玩才是最重要的。寻宝罗盘在诺德卡莱终于可以标记出全部的收集物，看似是制作组在督促玩家全收集，不如说反而是一种解放。通过消除恐惧遗漏的焦虑，鼓励玩家可以跟随好奇心自由探索，无需被功利性的清图目标束缚，这样才能真正去观察、体验、思考游戏地图。恰如许多优秀的独立游戏或买断制游戏所追求的那样，玩家能因游戏产生共鸣，能在探索中有所收获或感悟，这便是所有游戏创作者应当去竭尽全力的。哈哈岛的内容设计，其核心聚焦于越举例试验设计局这一宏伟的人造设施，这是与以往有别的复合式箱庭。我们将其与同为巨型建筑的赤王陵相对比，后者的设计复杂度更多体现在平面及单个层级内路径迂回，且房间数量众多，而设计局的精髓在垂直方向上，相比梅洛彼得堡拥有更复杂的层级嵌套关系，室内外空间也有更强的连通属性。本章节将会结合建模呈现，从玩家动线出发，力求拆解设计局的每一处结构细节。支线任务鞋匠的孩子总是光脚是设计局的核心任务线，与主线任务在夜的阴影中这一章节共同围绕潜入内部展开叙事。两条任务线共享地面部分的小型前置枢纽及2道机关门。制作组基于该场景部署了2套独立交互，且设置了分支路径供玩家选择，是常见的场景复用流程。最终2条动线以武器性能测试这一战斗类兴趣点作结，并引导玩家进入各自独立的任务流程，即分别由南侧和东侧的运输线路进入设计局内部。由于主线路径相对线性且内容较少，我们主要聚焦于更为复杂的支线路径。离开前置枢纽后，玩家既可以选择正面迎敌开启机关门，也可以利用机制绕行至货物廊桥直接抵达对岸，是典型的以玩法偏好为导向的分支路径。随后途经一处包含探索、战斗、搜集要素的中型复合节点，抵达名为南港的大型区域核心。玩家直到此处才得以正式接取任务，却在不经意间走过了任务前置的3段式引导。乘南港2层平台的集装箱进入设计局内部的南区分层，该层级由2个房间和一段外立面走廊组成，其中走廊与房间又由运输管道相串联。值得注意的是，走廊由于裸露在外，其指向性远不如内部的线性空间，因此除了指示牌，制作组还选择使用统一的黄色散落物进行视觉上的弱引导。房间内部的设计则是通过视觉诱导嵌入非线性奖励，简单来说就是开岔路。奖励房间与任务路径互不干扰，还能调剂探索节奏。乘电梯上行来到销毁车间分层，这里设置了第2个任务出发点，也就是说玩家可以忽略前置任务，通过任何方式来到这里。这种差分设计很类似火山的进山之路世界任务。回到销毁车间，在这里我们与鱼人众产生了交锋，需要借助清理单元解决一些麻烦，因此行进路线较为曲折，但不影响整体的动线规划。该层级同样设置有外立面走廊，但为了配合剧情演出，相比初始的那一段要长很多，也许是为随后到来的在车间中心平台的小高潮提供情绪缓冲。乘月岭旅路来到设计局的顶层，迎来任务的尾声。回看层级间的移动方式，可以发现载具各不相同，其表现形式和移动速度是配合情节发展的。玩家在不断攀升的过程中，逐步抵达故事的核心。主线路径贯穿设计局的中层和底层，利用垂直空间与支线层级做出错位，使得任务之间相互独立。其动线的高潮部分是通过场景切换，让玩家从闭塞的管道中骤然跃入一个数值落差极大的底层陨石区，以此制造出空间压迫的强烈释放，有种豁然开朗之感。然而设计局的下层似乎一直没有被提及，其双环结构是在建筑物外侧就可以观察到的。实际上在之前的支线任务中，玩家乘月岭旅路由销毁车间前往顶层时，就中途来到了内环，
而内环在结构上又连接了支线和主线各自到达的第一个层级，即南区和中层，为相对独立的任务线提供了隐藏的枢纽。最后，外环对探索而言几乎纯粹是装饰性的存在，不过对于构建一个令人信服的空中堡垒，在结构上起到了一定的合理化的作用。通过对越举例试验设计局的拆解，不难理解其内部是由2套线性流程交织而成的。总体上，设计局堡垒的悬浮设计也是为了限制玩家的进入手段，但通过精心编排的关卡动线，在确保叙事流畅的同时，兼顾了探索感。无论是目标驱动型还是探索驱动型的玩家，都能收获新的发现。设计局的非线性探索区域主要集中于东西2座支壁，其中地下研究所所在支壁作为重要区域节点，由货物廊桥连接至南港，有轻微的引导属性。而北港作为纯粹的探索区域，位置相对独立，并没有设置明显的引导要素。至此，设计局终于呈现出其完整的姿态。后续我们会以动态图片等形式公布建模。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对一张新地图进行如此细致的拆解，或许会显得有些繁琐。我们的分析过程也往往是由结果向前推导，难免会有理解失真的部分。但真正优秀的设计从来不缺乏受众。希望本期视频能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的观察与思考。空月之歌后续版本的地图更新，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